自今年疫情全球蔓延以来，美国无疑在抗疫方面的表现让全球各国大开眼界。而最近就有美国媒体指出，当局曾经投入了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抗击疫情，然而这笔钱却被国防部截留了。据了解，在当地时间9月22号，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刊文指出，在今年3月份，美国国会根据国防生产法案向国防部拨款了10亿美元，用于促进医疗产业发展，希望国防部能够制定出合适的防疫办法。然而6个月过去了，美国现阶段的疫情死亡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，感染人数突破250万人，累计感染多达680万例。而此前美国国会拨下的10亿美元，1分钱都没有落在抗疫物资上，相反全部被国防部截留，用于生产制造军事装备。该报道指出，在今年4月份，采购部的副部长罗德曾经对外解释称，这10亿美元其中3/4会用于医疗物资，而剩下的则交付国防承包商，以保证医疗物资生产和支持国防工业的平衡。按照当时的说法，会有1.83亿美元会拨给罗尔斯公司和奥赛罗密塔尔公司，用以维持美国造船业。而因为波音的停飞，国防部会为美国飞机零部件部门提供8000万美元，用于生产军服面料的美国厂商则分到了200万美元，给太空部门的拨款不超过4000万美元。看起来10亿美元确实只有小部分用于了国防军工，然而到了6月份的时候，却有媒体发现，美国国防部至少将6.88亿美元拨给了国防工业巨头，而国防部给出的原因居然是军工企业也有重要需求。就此事，前任负责国防采购的部长比尔·格林沃尔特讽刺称，这笔抗疫资金的出现，对于目前的国防部来说，无疑是一笔意外之财，正好能够填补之前留下来的资金空缺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美国国防部的高层们想用这笔资金的时候，美国疾控中心在9月中旬堪向上申请，美国各州急需60亿美元用于在明年投放疫苗，而目前全美的很多医院 N95 依旧存在严重短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苏联解体的后来几年，有人常常讽刺美国为何能够赢得冷战，因为苏联把人民的面包钱都拿来制造武器了。结果时间才过去不到30年，美国在某些事情上的表现与苏联几乎如出一辙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也真的是一种莫名的讽刺了。也难怪美国知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历史学教授哈罗德·詹姆斯在此前刊文指出，美国现如今在很多方面的表现，让人想起了苏联最后的几年时光。